姐姐嫁了太子，而我嫁给了当年心心念念都是她的京城纨绔秦小将军。10年后，太子成了皇帝，却专宠他的白月光，将姐姐搁在一旁，甚至还传言要废后。而秦小将军成婚后，一改当年纨绔，不仅成为镇北大将军，还发明了玻璃盘，活了边境贸易。而我也成为百姓口中的神女。再见面，已是秦小将军率领大军进京城，要逼宫夺位自己做皇帝。大军攻陷皇城那天，我在深宫中看到了瘦弱枯槁的姐姐。他都要称帝了，身边还是仅你一人。他当年明明非我不娶，凭什么最后好事都落在你身上？他一把火烧了宫殿，与我同归于尽。再睁眼回到当初我们定亲之时，娘，我想嫁给秦小将军，不想进宫。当我听到姐姐沈从月对着沈母撒娇时，就知道她也重生了。此时正是宫里下了圣旨，指明要沈家女儿进宫做太子妃。沈家满门清流文臣，祖父那辈就为帝师，不仅家门清明，沈家人还长了一副芙蓉面。可惜到这一代，父亲仅有我和沈从月2个女儿。青天剑曾算出沈家有女，有凤仪之相，可保沈家百年不衰。沈母一直觉得这个凤一定是沈从月，她生从月时特别顺利，到我时却让她吃了好大一番苦头，差点命都要折了去。沈从月能说会道，会讨父母欢心，自小便有才女之名，及笄后更是京城明珠，京城中爱慕她的人不少。秦小将军是最高调最荒唐的一个，他留恋烟花柳巷，却口口声声说非从月不娶。秦小将军那是京城有名纨绔，上个月还被禁卫从青楼湖边捞起来，这种人怎么配得上我的闺女？秦小将军就是年纪小，结亲了就好了，而且进宫要跟一群女人抢，女儿哪里活得自在？沈从月摇着娘的手，悄悄附在了他的耳边。秦老他一定会有大造化的，娘，你信我。娘看了看他，又盘了盘手上佛珠，脸上看不出表情。娘这是在权衡，想他最爱的从月好，又不想让我踩一头。沈晨星，你想进宫吗？冷不丁的被叫了一声，我低着头唯唯诺诺的说着，我不敢，进宫是指明要姐姐的。娘对我很满意，沈从月也很满意。当时青天监算出有凤仪，也没说是哪个女儿，看样子要祝妹妹一跃成凤了。但他不知道的是，秦小将军其实早就被换了心思，早就不是那个纨绔草包，那个心心念念都是从月的情郎早就在河里淹死了。现在的情郎换了副心思，冷清狠辣，为了权钱不惜一切。他娶了我，只是把我当花瓶养在宅子里，为他的大业铺路，甚至将我献给知乌国权贵，只为求取权力便宜。可是沈从月根本就没想过，为什么他变化这么大，急吼吼的就要去嫁。这好福气就留给他吧。娘没有第一时间答应沈从月，这很明显，一个是嫁给宫中的太子，一个是嫁给京城有名的纨绔，甚至这个纨绔现在连个爵位都没有，说不准只是表面光鲜，嫁进去还不知道是个怎样的光景。但沈从月就是铁了心，他先是说有仙人托梦给家里指点，他说祖母会有病气，要先叫着御医在家里。果然祖母晚上就高热不止。他说西南有灾，让爹提前准备赈灾事宜。起先爹还将信将疑，青天剑都没算出来的事情。3日后，西南果然有地龙震动，爹有预准备充分，皇帝对沈家更加的满意。几件事后，爹娘全信了，他真是有仙人指路，欢天喜地的准备将她嫁给秦朗，同时也让宫里的嬷嬷来指导我礼仪，准备嫁到宫中。陈星妹妹，你可得好好学，这深宫可不是那么好混的，你这小身板，小心被吃的渣都不剩。我双眼红红，一副柔弱不可自理的样子。姐，我好怕啊。沈从月心情大好，还赏了我一根金钗。看在你为我替嫁的份上，你且过几天舒坦日子吧。等他走了，我都忍不住笑了出来。同情我什么？同情我要去当皇后，还是同情我好日子过不了几年？要是秦朗那些奇思妙想的发明不再属于他还能这么顺利吗？我与沈从月同一天出嫁，虽然爹娘给他塞了满满30台的嫁妆，但是还是离皇家婚礼规格差了很多。沈从月隐隐脸色有点不对，但是看到秦朗亲自来接亲，而我只能由严肃嬷嬷送上花轿，他又开心起来。妹妹，这泼天的富贵就由你去享受吧。我点点头，像往常一样柔弱可期。他爽了，我也爽了。进宫的路没那么好走，折腾几时我才坐到了喜床上，心里是难以言喻的激动。伺候的人这屋里屋外站了10几个，连着床褥都是镶金边的，皇家真是泼天的富贵。太子揭开我盖头的时候，我正在幻想这辈子的富贵人生。直视男人的脸时，面颊有些微微泛红。太子景时，上辈子我对他印象很深，秦朗总是收集他的信息，画像挂的整个宅邸都是。他也算得上是一个勤勉的皇帝，除了冷落皇后，就没什么值得诟病的地方。男人温和又略带嘶哑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他凑到了我的耳旁。你是陈星，你可知道姑求娶的可是从月？她不愿意嫁，所以我来嫁了。景时思没有想到我这么直接，愣了愣，有点被气笑了。你倒是直接，你就不怕这太子府是龙潭虎穴？我摇了摇头，不紧不慢地说着，太子需要的是一个能操持太子府、管理后宅、能胜任太子妃职责的人。至于是谁，很关键吗？管家账本、规矩礼仪，不比从月差。倒是个聪明
令人。见他松口，我缓了口气，看来上一世知道的事情并无差错。对从月不满，也是因为他矫揉造作。一个帝王哪有时间天天纠结于情爱，春宵苦短。我也知道我算是顺利入了景时的眼。第二天按照皇家礼仪，我得去见皇上皇后，以及拿太子府对牌，从早忙到晚。皇后本来因为沈家没有将姐姐嫁过来，还想给我难堪，可这些礼仪上的为难，我都轻轻巧巧地化了过去。满杯的热茶，我也端得稳稳当当。姑的太子妃礼仪竟学得这么好。其实这些礼仪我也是学过的，父亲给我和从月都是请了相同的老师。从月出去玩时，我都在后宅练习，再加上上辈子的肌肉记忆，我的礼仪连皇后都挑不出半分错处。新婚之夜，我也不是在跟他吹牛，如何做好一个太子妃，可以说我是能手拿把掐。从宫里回来，季良娣便来见我敬了茶。季良娣就是太子上一世专宠的白月光，与太子从小一起长大，及笄后变成了通房。在沈从月口中，她就是个狐妹子，专会那种哄人的功夫。她看不上这个通房，却还经常下场跟他斗，差点把自己都折进去。我就无所谓了，只要不舞到我面前都不是事。太子给了钱全给我，只是有个自己喜欢宠物，这有什么大碍？上辈子沈从月都做成那样了，也没到废后那一步。太子景时只是合作伙伴罢了，只要他前朝不撂挑子，爱喜欢谁喜欢谁，甚至也不用我生孩子。什么好日子能舒坦成这样？我越想越满意，给季良娣赐了衣服首饰，并没有为难他，而是叫他回去好好歇着。我则是拿起了太子府的账，细细思忖起来。账上流水很高，但是平日里花销也很大，没有多少结余。我把管家婆子都叫了过来，一个个查账清人，渐渐的也让太子府的事宜走上正轨。连太子要处理的事务，我也将其整理成册摆在书房，等待他每日处理。偶尔也能与他谈论上几句正事。我虽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接受过秦朗自以为的先进思想，经常也能让太子景时称赞。渐渐的，我和太子景时也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等到了回门那日，我以为我得自己回去了，正叫人收拾礼物马车，没想到的是出太子府时，景时正站在太子府门口，伸手来牵我。上一世就是沈从月自己回的门，想来是给他体面，他也给我体面。回到沈府，沈从月已经依偎在娘身旁，小脸绯红。娘，秦朗他待我极好，后院仅有我一个人。第一天舅舅跟我许诺绝不纳妾。好好好，也算他秦家懂点规矩。要是对你不好，你可要给娘说，娘自然会为你讨公道。我站在一旁，像一个外人，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从小这份母爱就只属于沈从月。之前发现秦朗那些糟粕事，我也曾向娘求救，可他当时怎么说的？陈星，你长这么大也该懂事了。他俩絮絮叨叨地说了一些话，直到传散了，才想起旁边有个我。太子、秦小将军都在前厅等着了。他怎么来了？他竟然为了你。从月，怎么了？没什么。沈从月稳了稳心神，看我的眼神就像个小偷，太好笑了。他做了他认为正确的选择，还会因为太子景时的差别对待而破防前厅。这饭吃的并不安稳。沈从月吃饭时一直偷偷看我，连秦朗表现出的温柔小意都不能让他回过神来。而我和景时都规规矩矩的用膳，只是这桌上摆着大虾，我从小就大虾过敏，就算不吃闻着大虾味道也会有些不舒服。但我仅是皱了皱鼻子，太子却注意到了，吩咐人将大虾撤了下去。啪嗒一声，沈从月将他的碗摔落在地上，碎了一地，他的手也被划伤了。秦朗立即将他护在身侧，握住他受伤的手，急切地问道：从月，没事吧？怎么这么不小心？仆人也乱成一团，忙着收拾地上的碎片残渣。沈从月脸上泛起了盈盈泪珠。是我不小心。秦朗将他护在身侧，握住他受伤的手，急切地吩咐着，当即就要带沈从月离开。爹娘看着秦朗表现，也满意的点了点头，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沈从月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好似在说太子陪我回门又怎样，我也得不到如此爱重，而我只觉得幼稚。秦朗惯会在人前做着恩爱夫妻的一套，只为后面将他妻子献给别人时换取更大的报酬。而我的姐姐沈从月读书光长，才轻不长脑子，这种争宠手段在后宅管用，在后宫却耗的是一分体面都没有。好不容易吃完这个乌烟瘴气的饭，景时也推脱说宫里有事，借口将我带走。上了软轿，我拿起一旁的账目继续看，景时却将书簿从我眼前拿下来。都做了太子妃的人，有些人不喜欢便不要来往。无妨。你们两姐妹真有意思，你姐像是在做小妾，而你更像当家主母。陈星，你什么时候也能争争宠？我愣了愣，沈从月这些手段确实是像在做小妾，只有妾才需要争宠，才需要主君的爱。在太子府的日子异常忙碌，除了要管家，我还得发展一些势力。景时也很忙，他是个异常勤勉爱民的人。想来如果不是秦朗上辈子那些发明赚取了大量钱财，怎么都不可能被秦朗推翻，发展成一方霸主，进攻弑君。而我没想到的是，这辈子秦朗更快地崭露头角。可能是沈从月这个京城明珠比我这个透明人更适合神女人设。中秋宫宴上，除了后宫太子府出席，重臣家眷也在。皇帝举杯说完贺词，特意说了一下秦朗。以前秦小将军不是红尘楼就是漏水阁的，现在结了婚收了性子，大不一样了，竟跟朕讨要了差事，办得还真有模有样。
算可不是吗？我看一看，沈家从月丫头就是各有能耐的。你看今天我们喝的酒就是她进献的。大臣们纷纷议论品尝，倒真是迷住了眼睛，不禁都啧啧称奇。味道醇香浓厚，酒香四溢，好酒啊！没想到秦小将军夫人酿酒还这么厉害。淑妃捂着嘴娇笑，当即让人赏了沈从月一套宫中妃嫔规格的头面。淑妃是秦朗的姑姑，靠着自己的肚子生了3个皇子，一直和皇后不太对付。要不是太子警示勤勉，还指不定是什么光景。姐姐都这么厉害，不知道太子妃有没有什么才艺展示一下？还没等她说完，我就起身行了个大礼。淑妃娘娘，太子妃在家不过是管理太子府，竭尽全力辅佐太子，实在是没有功夫搞这些。好好好，太子妃做好表率就行。皇后连好了好几声。哼，臣妾也是看红酒兴起。沈家女都不错的，只是发明这红酒真不是一般女子。皇上说完，皇后没有再接，像是给这件事盖棺定论了一般。大臣们又纷纷夸赞起红酒。宫宴散场的时候，我还听到有些女眷在嘀咕：之前就听说沈从月有奉命，本来是要做太子妃的。是啊是啊，看来真是个命里带福的。秦朗之前多混蛋啊，现在天不亮就能在金吾卫那里见着他，简直像换了个人。你说会不会太子当时也是想求娶沈从月？哎呦，可不行说。我摇了摇头，笑了笑，没在意。太子景时却皱起了眉头。这群妇人惯信这些，你别多想，你只要做好太子妃就好。那太子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姑也会努力的。月光倾斜在矮矮宫墙，我和景时并肩走着，仅有了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沈从月在中秋宫宴后更加高调了，他开始吟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引得文人墨客竞相称赞。他开酒楼只卖那一款红酒，引得万人空巷，纷纷都要去尝一尝受皇帝称赞的酒是什么味道。这都是秦朗教他的，但这种受众人瞩目的感觉，沈从月很受用，甚至已经有人在民间传沈从月是神女奉命。秦朗也开始频繁进入朝野，我在宫中也远远瞧见他好几回。一时间，他夫妻俩在京中风头无二。可是姐姐，这一切真的会这么如你的意吗？在长公主的宴会上，本是给长公主的儿子陈玄选亲，在一众姑娘献议后，又有人起哄让沈从月吟诗，长公主也兴趣满满。早就听闻秦小将军聘了一个才女，不如给大家吟首诗助助兴。沈从月缓缓起身，端着茶杯缓缓道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长公主的儿子陈玄脸色微变，他刚从苏杭那边回来，那里的人都会吟唱《将进酒》，那分明是一个老才人所作，怎么就变成沈从月的了？在沈从月吟唱完最后的2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时，陈玄彻底震惊。他不知道是他酒不回京，这里抄袭都变得这么理所应当了。这首《将进酒》果然赢得了满堂的喝彩。秦夫人这首诗真出自你手，可是苏杭人人都会啊！全场哗然，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我就说秦夫人在闺阁时候也做不出这些诗啊，难道是抄袭的？要不是长公主公子还被蒙在鼓里呢。秦朗脸色古怪，难道这个世界还有别的穿越者？他脑子转得很快。这首词是夫人从梦中所得，不曾想这世间竟还有人也有此机遇。陈玄似乎不认可这个说法，但是秦朗随即又假借沈从月身体不适就要离开宴会。沈从月看向秦朗的眼神都要阴沉出水，我却看得开心。梦中所得绝句早已在苏杭传颂，甚至还被编著成300首，连路边的小孩都会。而这一切正是我的手笔。秦朗，你还能造个神女出来吗？还不快走！秦朗压根没心情跟沈从月掰扯，也不想让人继续看笑话。沈从月咬碎了一口银牙，他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对他温存小意的夫君突然变成了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秦朗走了。虽然在贵妇圈差点闹了好大的笑话，让沈从月低调了好一阵，但是只要远离京城，她就又会变成那个神女秦夫人，日子不平不淡的过着。我总算是将太子府的庶务理清，景时有时也会来书房办公，我们就这样各做着自己的事情。陈星，你怎么这么紧绷？昼夜挑灯比我这太子还勤勉。我只是笑笑，我一闭眼都是上辈子被火烧以及被圈养在秦朗后院的事情，即使重生了，也很难磨灭这层印记。特别是知道他有一天会带兵逼宫，我更是不敢懈怠。父皇今天叫我去看了一篇策论，这卷策论我一看到字迹就知道出自秦朗手笔，歪歪斜斜的字，但是论点却是新颖。秦小将军，他很有成算，给父皇办的几件事也相当漂亮。可是父皇要给他御前行走的位置，他却要自请去镇守边疆。不去边疆，他怎么去搞他那些发明？在京城哪怕一个小火炮也会引来守卫，而秦朗上一世却是在边疆建了一个试验火药的基地，可惜到了最后也没有太大的效果，与他的想象相差甚远。也是这个时候，他获得了皇帝的授旨，自请去了边疆，没几日便携着家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京城。但我没想到的是，今年他们没有走得那么顺利，沈家闹了好大一场。那边将是什么苦寒的地方？
连多少人去了这辈子都回不来。我的从月，你何曾吃过这种苦头？你要是跟他走，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从月嫁都嫁了，我又不会让她吃苦。既嫁于我家为媳，自是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有夫妻分居的道理？要是沈从月不跟着他去边关，他又怎么发挥这个精心养成的美人最大的价值？沈从月又不敢说秦朗去边疆屯兵这个事情，只能两边劝着。沈从月本就不是什么好脾气，加之秦朗的娘秦代夫人在他们去边疆的行李里添了好几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沈从月彻底崩溃，与秦朗大吵起来。你明明说后院只有我一人，现在这些美人是这么回事，你娘生怕我不去没人照顾你是吧？沈从月，你能不能懂点事？这些美人我不需要，但你也别让你家来掺和我们的事好吗？秦朗，你不爱我了。最终还是沈从月妥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跟秦朗悄悄地离开了京城，甚至连一封书信都没留下来，像是跟京城的一切彻底断了联系。他们走后，我的日子更平静了，甚至因为沈从月的不告而别让父母伤透了心，偶尔还会叫我回沈府吃饭。他们失去了一个女儿，终于想起了自己还有一个女儿。5年过去了，我已经很少想起上辈子的事情了。景师也是个称职的夫婿，除了有个喜欢的通房，其他地方都挑不出错处。我从不为难这位通房，吃的用的不仅没有短着，逢年过节还能领太子府产业的分红。季良娣有钱拿，日子过得舒坦，也没做过妖，还经常给我送绣品小食，话里话外的还要跟着我这个老板干。你看后院这些女子也并非一定要成为敌人，就在事情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有一天，婢女在我梳妆时来禀告，太子妃，知乌国使者来朝，今晚要在宫里设宴。知乌国就是那个秦朗将我送给的。我还记得那个荒诞的宫廷，侍卫将穿着薄纱衣的我搬到殿上。知乌国皇帝重臣们像是欣赏一个动物一般，对神女的亵渎让这些男人们感到兴奋。这些噩梦就像是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争先恐后的涌现出来。太子妃，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没事，给我梳妆。我稳住了心神，有些东西总要面对。现在我是太子妃，再不是那个边境浮萍一样的神女，没什么好怕的。本朝百姓安居乐业，兵强马壮，知乌国来朝也只是小国觐见。知乌国使臣来了10来个，连他们皇子都来了，就是带着贺礼来求边境稳定。不仅带了特产黄金，还带了好几个异域美人。美人蓝色眼睛，四肢白皙，穿着异域服装，大片大片露在外面，根本不惧朝臣们的目光，还热情地摆了摆身姿。皇帝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他现在早就不勤于政事，朝政大部分都交予太子，只顾自己享乐了。这是我们知乌的公主们带来献给皇帝太子。好，知乌国使臣这么有诚意，想要什么尽管跟朕开口。知乌使臣便提交了请求书，又与朝臣推杯换盏了一番。在酒到兴时，使臣兴奋地盯着我的脸，放声说道：我在边疆见过太子妃的姐姐，果然姐妹都是绝色。使者在我朝议论太子妃是要被杀头的。哎呦，瞧我这不懂规矩太子勿怪。我心里冷冷一笑，怕不是已经开始觊觎沈从月了。这点小波澜被歌舞掩饰了过去，宴会上我却毫无胃口，一点没吃。果然这辈子秦朗还是上辈子的老套路，没了我沈从月更是被他拿捏。这群老家伙不知道已经惦记了多久神女。离开皇宫时，我和景时的马车里还被迫带上了一个蓝眼睛美人。我白了他一眼，他耸耸肩，好似在说姑也没办法。回到太子府，季良娣迎了上来。太子妃怎的回来的这么晚？妾身熬了甜汤。不必了。我摇了摇头，便径直走向后院。景时想说些什么，话又咽了回去。季良娣目光穿过太子，看到后面那个蓝眼睛美人。哎呦，太子还嫌弃我们太子妃不够忙，还往后院里塞呢，难怪太子妃不理你。说完也走向后院，独留太子和侍卫在前厅。晚上我在床上睡得迷迷糊糊，脑子里还是那群知乌使臣，额头上密密麻麻的进的都是汗珠。昏昏沉沉中，我感觉到有手臂从身后绕了上来。陈星，醒醒！我缓缓睁眼，不知道什么时候，景时已经上床，将我蜷在他的身体里。你今天真的很怪，从前也不见你吃醋，根本不是因为那个美人，对不对？你在怕什么？我在景时面前恍若是透明人，他细察入微，想必是已经发现了。我张了张口，却发现根本说不出话。将我重活了一世，还是讲我曾经被这些人当作玩物，不管是哪一件，我都不认为景时能信我，与我共同承担。别怕，古有天命护体，必能保你平安顺遂。我心里暗笑，天命，那上辈子你就不会被逼宫了。可惜上辈子被沈从月一把火烧死了，也不知道最后景时的下场，不过想来也不会好。最终还是睡了个好觉。而他远在边疆，虽然远离了皇权，消息也变得闭塞起来。不知知乌国的使臣的愤怒，秦朗能不能接住？不出几日，
智吴国使臣们便回了边疆。临行时，除了几个美人以外，什么都没留下。使臣走的第2年，沈从月和秦朗回京。相比于上辈子带着千军万马的阵仗，这次只带了几个仆从，他们没能搭上智乌国这条线。智乌国皇帝甚至因为进贡的事跟他有了多腻，火药也没有研制成功，边境也没有因他变得丰饶，招兵更是没有人应，只能灰溜溜地回到京城。我上一次见到沈从月已是7年之前，秦家因为内斗，庶子成了家主，早就没有秦小将军的宅邸，只置办了一个小宅子住着。一走7年，连封书信都没有，沈家也没有帮衬他，我尽量避免与他见面。也不知道我这个姐姐这一世也过得不好，会不会发什么疯？可天不遂人愿，去烧祈福香的时候，我还是见到了沈从月。她早已没了当年的无忧无虑的少女感，手边还牵着一个男孩，身后只有一个丫鬟带着上香用的东西。陈星，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不是很得意？我呆愣地望着他，我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我也重生了，要不然不知道他还会干出什么疯事。而他远在边疆，虽然远离了黄泉，消息也变得闭塞起来，不知知乌国的使臣的愤怒，秦朗能不能接住？不出几日，智乌国使臣们便回了边疆。临行时，除了几个美人以外，什么都没留下。使臣走的第2年，沈从月和秦朗回京。相比于上辈子带着千军万马的阵仗，这次只带了几个仆从，他们没能搭上智乌国这条线。智乌国皇帝甚至因为进贡的事跟他有了多腻，火药也没有研制成功，边境也没有因他变得丰饶，招兵更是没有人应，只能灰溜溜地回到京城。我上一次见到沈从月已是7年之前，秦家因为内斗，庶子成了家主，早就没有秦小将军的宅邸，只置办了一个小宅子住着。一走7年，连封书信都没有，沈家也没有帮衬他，我尽量避免与他见面。也不知道我这个姐姐这一世也过得不好，会不会发什么疯？可天不遂人愿，去烧祈福香的时候，我还是见到了沈从月。她早已没了当年的无忧无虑的少女感，手边还牵着一个男孩，身后只有一个丫鬟带着上香用的东西。陈星，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不是很得意？我呆愣地望着他，我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我也重生了，要不然不知道他还会干出什么疯事。姐姐，是你当初不嫁给太子，我才嫁的。沈从月眼光晦暗不明，似乎想找我的破绽，可我却坦坦荡荡地看着他。边境的日子像是磨平了他的棱角，他也没了以前的锐利，软了腰肢，眼里瞬间盈出了泪水。爹娘也不理我了。妹妹，你现在是太子妃，能不能让太子帮帮秦朗？只要让他当上镇北大将军，姐姐从来没有求过你，就这一件事。我看着沈从月，边境生活还是让他有些变化，至少不像以前硬得像块石头，还学会了服软。可以想见秦朗对他做过些什么，他的外衫也有点遮不住身体上的红红点点，现在还想着秦朗好。沈从月手边牵着的孩子还一蹦一跳，根本不管他娘在做什么，就一个劲地扯着沈从月的手。你牵着的不是你们的孩子吧？我看了旁边唤着秦声的小孩，眸色深处有一丝蓝晕。沈从月身子轻微地颤抖起来。你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为什么？他的情绪崩溃了，整个人都坐到了地上大哭。没人来救我。神女，不过供人把玩的玩物，说是神女，不过是让那些织物国肥头大耳的男人更高兴。秦朗就是个变态，他根本不介意把妻子送上别人的床，甚至这个孽种，我还不能掐死他。他还威胁我，要是我今日求你不成，就要把我送去给那些人。他喃喃自语，越说越气。沈从月根本没有像往常那样容他乱来，而是亲自将毒酒用嘴喂给了他。这是毒酒！秦朗，你马上就要死了，还做什么皇帝梦？你这个臭虫，活该这辈子这么窝囊的活着。等你死了，我要将你的尸体塞进茅坑。毒妇，你干了什么？卖妻求荣的玩意儿能有什么大出息？怪我自己迷了眼睛，居然选择你这个烂人，太子妃都不做了。你给我解药，我真的能当皇帝？我穿越来的，我不想这么死啊！明明我才是天命之子，竟然有穿越的早我一步。可惜秦朗已经没有机会了。沈从月又狠狠插了几刀，让他彻底咽了气。要不是我带人赶到，沈从月虽只沾了点酒，怕也是要死了。你啊你，早有这魄力，也不至于蹉跎这么多年。等他身子大好了，我请他喝酒。这酒喝了，我们就一笔勾销。沈从月也喝得有些醉醺醺的。为什么你命这么好？上一世能跟着秦朗走上后位，这一世也能把着景时。明明我们是姐妹，你知道吗？上一世景时说，沈从月根本没有像往常那样容他乱来，而是亲自将毒酒用嘴喂给了他。这是毒酒！秦朗，你马上就要死了，还做什么皇帝梦？你这个臭虫，活该这辈子这么窝囊的活着。等你死了，我要将你的尸体塞进茅坑。毒妇，
你干了什么？卖妻求荣的玩意儿能有什么大出息？怪我自己迷了眼睛，居然选择你这个烂人，太子妃都不做了。你给我解药，我真的能当皇帝？我穿越来的，我不想这么死啊！明明我才是天命之子，竟然有穿越的早我一步。可惜秦朗已经没有机会了。沈从月又狠狠插了几刀，让他彻底咽了气。要不是我带人赶到，沈从月虽只沾了点酒，怕也是要死了。你啊你，早有这魄力，也不至于蹉跎这么多年。等他身子大好了，我请他喝酒。这酒喝了，我们就一笔勾销。沈从月也喝得有些醉醺醺的。为什么你命这么好？上一世能跟着秦朗走上后位，这一世也能把这景时。明明我们是姐妹，你知道吗？上一世景时说我竟然没有你好，说你在边疆，那些百姓都很夸赞你。我当时以为是秦朗的功劳，而我是他的太子妃，他怎么能说别人好？我想他是想起上辈子的事情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你是正妻就要当起正妻的责任。景是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只会闹脾气的无脑花瓶。他可以爱很多女人，但是只有皇后能跟他走到最后。你还不懂吗，沈从月？他瘪了瘪嘴，我也不指望他这榆木脑袋能想清楚。这个结局已经很好了。第10年的时候，皇帝驾崩，景时登上了帝位。他恪尽职守，大开贸易，鼓励民间创新，在秦朗留下的草纸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巩固我朝实力，民间一派欣欣向荣。季良娣也升了妃位，但他已经不喜欢矫揉造作的争宠了，没事就想来找我打麻将。男人有什么用？争来争去那点感情也不能越了皇后娘娘去，还不如跟着你在这后宫过得舒舒服服。景时的后宫除了我们这些太子府旧人，竟也凑不出一桌打麻将的。朕的皇后不要那么累，你总让朕觉得这个皇帝该你来做了。什么时候给朕生个小公主？哦，忘了说，我们的孩子已经3岁了，而沈从月前尘过往对他已过于精彩，他竟然剃了头去当了姑子，除了在寺庙祈福，就是救济百姓，竟然真有人诚心诚意地叫她神女。